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爸，你把窗户关上吧，天阴的跟要下雨似的。没下雨，就是起风了，吹吹屋里的烟味儿。林建军掐了烟头，朝窗外探了探头。你小叔这个点儿还没过来，估计今天不来了。他来不来和天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我就是觉得这天阴的跟谁欠了他钱似的，看着心里堵得慌。林建军缩回脖子，关上了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外面的天色显得更加浑浊。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林威刚拿到年终奖没几天，小叔林国栋的电话就追了过来，电话里声音油腻地笑着，说好久没见侄女，晚上要上门来看看。林建军在旁边听着，叹了口气，对林威说：“你小叔就是这样，别跟他计较。”门铃响的时候，林威正把一小叠现金塞进一个旧信封里，然后压在了抽屉最底层。林国栋提着2颗蔫巴巴的橙子进了门，像是刚从哪个水果摊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他换上鞋，眼睛就在屋里四处乱瞟，最后落在林威身上，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待售的商品。微微又变漂亮了，在大公司上班就是养人。林国栋一屁股陷在沙发里，发出夸张的感叹。林建军给他倒了杯热茶，放在他面前：“喝茶吧，刚泡的。”林国栋端起来吹了吹，眼睛却一直没离开林威。“微微啊，听说你们公司今年效益不错，年终奖发了不少吧？”林威嗯了一声，没多说。他不喜欢小叔这种开场白，每次都像是在盘算他口袋里有几张钞票。“那就好，那就好。”林国朵搓着手，身子往前倾了倾。“你看，小叔最近想做点小生意，倒腾点水果什么的，就差一笔启动资金。”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闪着金光。“你现在赚钱也容易，能不能先借小叔5万块周转一下，等我赚了钱加倍还你？”林威心里冷笑一声，他这加倍还你的承诺从他上小学时就开始说了，没一次兑现过。他平静地摇了摇头：“小叔，不巧，我最近要攒钱买东西，手头也紧。”林国栋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买东西？买什么东西比帮衬长辈还重要？”“是挺重要的。”林威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林国栋的嗓门大了起来，把茶杯重重地磕在茶几上，褐色的茶水溅了出来。“我可是你亲叔叔，从小看着你长大的，现在找你帮个忙，你就这么推三阻四的，真是白疼你了。”林建军赶紧打圆场：“国栋，你别激动，微微她有自己的规划，你别逼她。我逼她，我这是为她好，让她懂得人情世故。”林国栋站起来，指着林威的鼻子：“你等着，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他说完，也不管林建军的挽留，抓起外套就往外走。门被他摔得震天响，那2颗橙子孤零零地躺在桌上，像2个被遗弃的肿瘤。那次借钱风波后，家里消停了一阵子，转眼到了周末的家庭聚餐，地点设在一家嘈杂的中餐馆，是林建军定的，理由是一家人，热闹热闹。饭桌上油腻的菜肴冒着热气，小叔林国栋话不多，只是一个劲地埋头吃，偶尔抬起头，视线总会若有若无地飘到林威身上。酒过3巡，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漫不经心地问：“微微，听你爸说，你最近准备买车了？”林威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他确实在看车，但这件事只跟父亲提过一句。他点了点头：“在看。”林国栋的眼睛立刻亮了，
像是饿狼看到了猎物，身体又习惯性的前倾。准备买多少钱的？20万的还是30万的？我跟你说，买车这事儿学问大着呢，你可别被那些卖车的给骗了。他表现得比林建军还热心，仿佛要买车的人是他自己。对了，车买回来，名字写谁的？肯定是写你自己的吧？这个问题问得又快又直接，让林薇瞬间警惕起来。他放下筷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缓缓地说：“还没定呢，就是先看看。”林国栋似乎还想追问，被旁边的婶婶拉了一下，话题才岔开。那顿饭，林薇吃得心不在焉。饭局结束后，大家乱糟糟地穿外套，准备离开。林薇去上了个洗手间，等她回来时，却看到小叔正鬼鬼祟祟地站在沙发边，手里拿着他放在包里的购车宣传册，一页一页地翻着。那宣传册是他从 4S 店拿的，上面有他用笔圈出的几款车型和价格。听到脚步声，林国栋吓了一跳，慌忙想把宣传册塞回去，看到是林薇，他尴尬地笑了笑，把宣传册举起来晃了晃。薇薇啊，我帮你参考参考。他指着其中一页，这款就不错，大气，就是贵了点。你一个女孩子，开个10几万的代步就行了。林薇没说话，从小叔手里抽回宣传册，塞回包里。他的指尖在宣传册光滑的纸面上留下一道油腻的痕迹。林薇最终还是定下了一款白色的轿车，预约了周末去试驾。他特意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打车去了郊区的 4S 店。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跟销售顾问坐进试驾车，后脚就听到了车窗被敲响的声音。哟，这要巧啊！薇薇，林薇摇下车窗，看到了小叔林国栋那张堆满假笑的脸。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夹克，头发油亮，像是为了某个重要场合特意打理过。小叔，你怎么在这儿？林薇问。我路过，正好看到你在这儿试车。林国栋的理由拙劣的可笑。正好，小叔也懂点车，陪你试试，帮你把把关。销售顾问看了看林薇，林薇不好当面拒绝，只能让他上了车。林国栋毫不客气地坐进了副驾驶，一上来就对车里的内饰评头论足，一会儿说这皮子不够软，一会儿说那屏幕不够大。车子缓缓驶上公路，销售顾问在后座介绍着车辆性能。林薇握着方向盘，努力让自己专注。开快点啊，这么慢，怎么是得出性能？林国栋在旁边催促道：“踩油门，别怕。”林薇没理他，依旧保持着平稳的车速。胆子也太小了。林国栋撇了撇嘴，然后突然指着前面大叫一声：“小心，前面有东西！”林薇心里一惊，下意识地猛踩刹车。轮胎在地面上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声，车身因为惯性往前冲了一下，距离前车的保险杠只有不到10厘米的距离。后座的销售顾问也吓出了一身冷汗。林薇惊魂未定地看向前方，马路上一片空旷，什么都没有。他转过头，看到林国栋正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跟你开个玩笑呢，看把你吓的，你这开车也太胆小了，反应不行啊。林薇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从后视镜里看到销售顾问尴尬而警惕的表情，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启动了车子。那一刻，他心里最后一点对亲情的幻想也随着那声刺耳的刹车声被磨得一干二净。林薇最终还是提了车，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提车那天，他办完手续，
特意规划了一条回家的路线，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小叔家所在的那个老旧小区。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开一些恶劣的玩笑。就在他家小区门口的最后一个红绿灯路口，他停下来等红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晃晃悠悠地从旁边挤了过来，车主一抬头，正是林国栋。林国栋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睛就死死地盯住了林威的新车，那眼神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充满了赤裸裸的贪婪和占有欲。他也不管红灯了，把电动车往路边一横，就冲到了林威的车窗前。微微，买新车了啊？怎么不跟小叔说一声？林威降下车窗，还没来得及说话，林国栋已经开始围着车子转圈了。他伸出手，在光滑的车漆上摸来摸去，从车头摸到车尾，像是抚摸情人的皮肤，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这车真漂亮，白色大气。他绕回车窗边，几乎把半个身子都探了进来。这落地得20多万吧，没少花钱啊。车主写的你名字吧？这一次，林威没有含糊其辞，他看着小叔那双写满算计的眼睛，平静地摇了摇头。车主不是我，他说，是帮朋友暂时开的。林国栋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明显的不信和怀疑，但他没再追问。他直起身子，又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车标，临走时视线特意在小区停车场的入口位置多停留了几秒。那一眼让林威感到一阵寒意。接下来的几天，林国栋的骚扰如期而至。他不再上门，而是改用微信，一天能发来7、8条信息。微微啊，你那车停在路边不安全，人来人往的，容易被刮蹭。我们小区里有空地，要不你停我这儿来？我最近在驾校学车，理论都考过了，就差上路练练了。你那朋友的车什么时候不用？借我练练手呗，我保证小心开。林威对这些信息一概只回复2个字：不用，或者不方便。几次碰壁之后，林国栋的耐心显然被耗尽了。那天林威下班回家，刚走到单元楼下，就被一个黑影拦住了。是林国栋，他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脸色阴沉的像是要滴出水来。林威，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吧？我好声好气跟你商量，你理都不理我。小叔，车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林威重复着已经说过很多遍的理由。别拿这话糊弄我，你当我傻吗？林国栋逼近一步，嘴里的酒气喷在林威脸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把车借我开2天，以后家里有什么事，你别想我帮一点忙，知道了？林威绕开他，径直往楼道里走，身后传来林国栋气急败坏的吼声：你给我等着瞧！威胁过后没2天，林威就发现了不对劲。他停在小区停车场里的白色轿车，车门上多了一道浅浅的划痕，那划痕不深，像是用钥匙或者小石子轻轻划的，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它不像是一次恶意的报复，更像是一种试探，一个警告。又过了2天，他发现车子左前轮的旁边多了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像是有人特意从别处搬来，又随意地堆放在那里。林威立刻就想到了小叔那句你给我等着瞧。他没有声张，也没有去找小叔对峙，因为他知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只会撒泼耍赖。他也没有告诉父亲，不想让他夹在中间为难。当天晚上，林威在网上订购了一个伪装成香薰瓶的隐藏摄像头。摄像头很小，带夜视功能，可以连接手机实时查看。收到货后，他趁着夜色
把摄像头悄悄地粘在了自己停车位正对着的一根水泥柱子后面。镜头调整了很久，正好能把他的整个车位以及车位前的通道都清晰地拍下来。做完这一切，他心里反而平静了。他不知道小叔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举动，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设下了一张网，在安静地等待着。周五的晚上，公司临时有个项目要加急处理，林薇加班到了10点多。他走出办公楼，晚风带着凉意，让他有些疲惫的脑子清醒了些。他像往常一样走进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和尾气的味道。绕过几根水泥柱子，他习惯性地望向自己的停车位，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傻眼了。他的那辆白色新车此刻正以一种扭曲的姿态停在那里，车头严重凹陷，像一张被揉皱的白纸。引擎盖向上翻起，露出里面破碎的零件。驾驶座一侧的车窗玻璃全部碎裂，亮晶晶的玻璃碴洒了一地。一辆破旧的银色面包车正死死地顶在他的车头上。那辆面包车他认得，是小叔林国栋的。林国栋正从面包车的驾驶座上下来，他看起来没有受伤，只是脸色有些异样的潮红。看到林薇，他不仅没有丝毫歉意，反而抢先一步，指着林薇的鼻子就破口大骂：“你怎么停车的啊？谁让你把车停在这儿挡我路了？你看你把我车撞的，前面也瘪了，你得赔我修车钱。”他的声音又高又尖，在空旷的停车场里显得格外刺耳。还有你这车，你自己看看，都撞报废了，这是你自己停车不当导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巨大的响声和林国栋的叫骂声很快吸引了晚归的邻居，几个人围了过来，对着2辆撞在一起的车指指点点。林国栋见有人围观，演得更起劲了，他一拍大腿，开始向邻居们哭诉：“大家快来评评理啊！我这侄女现在出息了，在大城市赚了几个钱，买了新车，就看不起我们这些长辈了。我就是晚上回来倒个车，他这车停的不是地方，正好挡着我。现在好了，我的车也撞坏了，他还想赖账。”他指着林薇，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模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林薇身上，大家都在等着看他会如何反应。有人觉得他可怜，碰上这么个不讲理的长辈；有人则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想看一场家庭纠纷。就在这嘈杂和混乱之中，林薇却突然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笑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诡异。他看着暴跳如雷的小叔，脸上的表情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轻松。“小叔，你别激动。”林薇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没关系，这车撞报废了，我不心疼。”他顿了顿，看着小叔因为错愕而僵住的脸，继续说道：“而且我也不会赔你钱。”林国栋愣住了，他准备好的一肚子骂人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周围的邻居也议论纷纷，完全没搞懂这是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林国栋结结巴巴地问。“你凭什么不赔？你这车是你的，你撞了我的车就得赔。”他像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又把嗓门提了起来。林薇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说了啊，我不赔钱。”他往前走了2步，站到被撞毁的车旁，伸手指了指车头：“因为车主不是我啊，我只是帮朋友代开的。现在车被撞了，该头疼，该处理这件事的是车主，不是我。”他转过头，目光直视着林国栋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而且，你刚才说我停车挡路，我这个停车位是花钱买的正规车位，有线有编号。倒是你这辆面包车从通道那边直直地冲过来，怎么看都像是故意撞上来的吧？”林薇的话像一颗炸弹，在人群中炸开。小叔的脸色瞬间从涨红变成了煞白。你胡说，谁故意了？他还在嘴硬。林薇没有再跟他争辩，只是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晴姐吗？我是林薇。他的声音依旧平静。对，在小区的停车场，你的车被人撞了。电话那头的表姐苏晴效率很高，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踩着高跟鞋，走路带风。看到现场的惨状，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怎么回事？他问林薇。林薇指了指旁边脸色发白的小叔，他说：“我停车挡了他的路，不小心撞上来的。”苏晴是律师，逻辑清晰，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是标准车位，他从通道开过来，除非是闭着眼睛，否则不可能撞成这样。他走到林国栋面前，语气冷静但充满压迫感：“这位先生，我是车主苏晴，现在我的车被你撞了，我们是报警处理还是私了？”林国栋看到又来了一个人，而且气场强大，一下子有些慌了。他下意识地向后躲，看向人群中同样目瞪口呆的林建军，喊道：“哥，你快来跟他说说，我们是一家人。”林建军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他看看被撞毁的车，又看看自己的弟弟，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家人？苏晴冷笑一声：“一家人就能故意开车撞别人的财产吗？谁说我是故意的？你别血口喷人。”林国栋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是不是故意的，我们说了不算。林薇在这时开口了，他举起自己的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文件。我前几天就在这个柱子后面装了一个摄像头。他把手机屏幕转向林国栋和周围的邻居，视频画面很清晰，是夜视模式，能清楚地看到整个停车位。视频里，林国栋的破旧面包车先是在通道里来回倒了好几次，然后他下车，绕着林薇的白色轿车走了一圈，似乎在确认周围有没有人。接着，他回到自己的车上，没有立刻撞过来，而是又等了几分钟。最后，视频里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面包车猛地加速，没有丝毫转向和刹车，径直朝着白色轿车的车头狠狠地撞了上去。整个过程清晰无比，蓄谋已久。视频播放完毕，停车场里一片死寂。之前还帮着林国栋说话的几个邻居都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林国栋的脸已经毫无血色，冷汗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流。他看着手机里那个罪证确凿的自己，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国栋，林建军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他走上前，看着自己的亲弟弟，浑身都在发抖。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那是微微的车啊，哥，我不是，我就是一时糊涂。林国栋终于崩溃了，他想去抓林建军的胳膊，却被一把甩开。你太让我失望了，林建军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弟弟发这么大的火。你不仅贪心，你还坏。现在证据都在这里，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承担。周围的邻居也开始纷纷指责林国栋，说他心太黑了，简直不是人。林国栋被骂得抬不起头，彻底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苏晴收起林薇的手机，对林国栋说：“现在证据确凿，你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这辆车购买总价是23万，
加上折旧和维修评估，基本等于报废。我要求你按照车辆原价进行赔偿，另外还有我的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总计25万元。25万！林国栋尖叫起来：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是个收破烂的，有没有钱不是你可以逃避责任的理由。苏晴的语气不带一丝感情。既然你不愿意私了，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巨大，你是要坐牢的。听到坐牢2个字，林国栋彻底瘫了，他跪在地上，抱着林建军的腿哭喊：哥，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啊，让微微跟他表姐说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林建军看着他，摇了摇头，满眼都是疲惫。林薇站在一旁，从始至终表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最终，苏晴还是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看了视频证据，听了双方陈述，直接将林国栋带走了。因为林国栋拿不出钱赔偿，苏晴直接提起了诉讼。法庭上，面对铁证，林国栋的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法院最终判决林国栋故意毁坏财物罪名成立，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共计25万元。为了还清这笔巨款，他名下那套唯一的老破小房子被强制法拍，他那辆撞人的面包车也被当成废铁卖了。钱赔清了，他也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那件事之后，林建军像是老了好几岁，也像是清醒了好几岁。他再也没有在林薇面前提过你小叔3个字，仿佛这个弟弟已经从他的生命里消失了。父女俩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亲近了。林建军有时候会看着林薇，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口气说：是爸以前太糊涂了，总想着息事宁人，差点害了你。林薇只是摇摇头，给父亲添上热茶。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亲戚圈子里也很快传遍了林国栋的光荣事迹，大家对他避之不及。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亲戚圈里的过街老鼠。林薇用那笔赔偿款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重新买了一辆一模一样的白色轿车。这一次，车主登记证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依旧每天开车上下班，生活回归了平静。只是他的车里多了一个新的香薰瓶，和之前那个作为摄像头的是同一个牌子。他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他明白了，善良和隐忍需要有锋芒。面对无底线的贪婪，最有效的武器不是亲情，而是冷静和法律。几个月后，一个黄昏，林薇开车载着父亲去外面吃饭。等红绿灯的时候，林建军忽然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个人。林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穿着肮脏环卫工服装的男人，正拿着一把大扫帚，费力地清扫着路边的落叶。那人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正是许久未见的林国栋。林国栋似乎也感觉到了这边的视线，他抬起头，看到了车里的林薇和林建军。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尴尬，有羞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他张了张嘴，似乎想上前打个招呼。林薇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绿灯亮了，他轻轻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向前驶去，将那个落寞的身影远远地甩在了后视镜里。车窗外，城市的霓虹一盏盏亮起，将那个佝偻的背影和他脚下扫不尽的落叶一同吞没在深沉的暮色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